此时军营里，唐之灵都快就寝了，被人通报说是府中有人送消息，立即穿衣服出来了。隔壁的帐子里的朱坤鹏听到动静也出来了。荣亲王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家中来信了。这么晚送，是有什么急事？这时候一个小兵跑了进来。王爷，府中的信。唐之灵把信打开之后，快速的浏览了一下，知道是件小事，放心了。你去告诉送信的人，我明日就回复。是，王爷。何事啊？这么着急回府？不是什么大事，家里京郊没有水田，所以想利用我的植田种水稻。这事儿确实不大，你明天是不是就能请假了？请假回去。那我也请假，和你一起走。你有什么理由？我也看我的植田，不行啊。好吧，论起脸皮厚，还真得服气朱坤鹏。唐之灵不知道朱坤鹏死皮赖脸的跟着，还真让他捡了个大便宜。到了秋季的时候，还真的跟着大丰收了。一日一早，唐之灵请好了假，就和朱坤鹏一起骑马回城了。唐之灵没想到朱坤鹏那么蹩脚的理由，上面都答应了。唐之灵骑马回府之后，立即换上了居家常服。王妃呢？这个时辰还没起来？王爷，王妃早就起来了。咱们王府近日接到了好些帖子，好些官家夫人求见。王妃今日不曾睡懒觉，她正招待官夫人呢。怎么回事？好好的，为什么来见王妃？小厮就把京中发生的事和唐之灵描述了一遍。王爷，咱们福宝书院火了，好些官员家的孩子都想送到福宝书院启蒙呢。唐之灵还没想到会有这一出，他摇头失笑。三胞胎呢？府中怎么静悄悄的？3位小少爷被世子带到福宝书院了，世子说3位少爷到了启蒙的年纪。好吧，带走就带走吧。王爷，还不止如此呢。还有什么事？王爷，世子要带3位少爷习武，闹了好些笑话。三公子特别淘气，把世子弄得都没办法继续练武，所以就放弃了。唐之灵想到那个场景也觉得好笑，在心里把小福宝好一顿嘲笑。唐之灵知道孩子们都不在，沈妃又在招待客人，就不在府中停留了，他直接骑马去了书院。很快唐之灵就到了书院。唐之灵来学堂的次数不多，但是孩子们的教室还是能找到的。原本还以为学生不多，只有家中的小不点儿和杨家朱家的小孩，谁料竟然看到20多个小娃娃。唐之灵仔细地辨认了一下，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和沈妃很像的小男孩。这是北京王府的便宜小舅子到了。查了一下，北京王府的8个小娃娃也来了，还真是稀奇。这时候一个身板结实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，给唐之灵行礼。王爷。你是？王爷，属下江涛，是北境王府的人，以后护送小主子们上学堂。原来是江先生，这边请。两人去了后院，落座之后，唐之灵率先开口。王爷在南疆那边还好吧？北境王这2年又被派遣到了南疆防护，北面的突厥人老实了，南疆又蠢蠢欲动，因此北境王又率兵出征了。王爷在南疆一切都好，王爷知道大小姐开了书院，就吩咐了要把府中的少爷和小姐送过来。只是那时候天气还没暖和，王妃怕孩子们不适应，就没送过来。江涛没有说实话，其实是老王妃和萧王妃信不着沈妃办的书院，就没把孩子送过去。如今福宝书院出名了，老王妃就松口了，直接把孩子送了过来。唐之灵也没寻根追底，来就来吧。孩子们还小，还得先生多留意，你免磕着碰着了，你也不好交代。王爷放心，我们主子交代过了，小孩子打闹玩耍，磕碰难免，况且小公子们将来或许也要上战场的，就要皮实些。这时候就听到了摇铃声，唐之灵知道是下课了。下课了，过去看看吧。说完，两人一起离开了后院，向前院学堂走去。唐之灵刚出现的时候，三胞胎一眼就发现了。爹，你来啦！唐之灵立即蹲下，接住冲过来的小炮弹。爹，我好久没见你了，好想你啊！乖儿子。伊儿不干了，他扒着唐之灵的裤管。爹，还有我呢，还有我！唐之灵没有办法，只能弯腰把伊儿也抱起来。就这样，唐之灵一边一个抱着2个小娃娃。唐之灵这时候很庆幸，三胞胎只有2个粘人的，恒儿很懂事，要不然他还真抱不过来。爹，还有我呢！小老二恒儿也一改从前的模样，
在唐之灵面前也像个小孩一样缠着他不放。唐之灵心情很好，他离开家里，孩子们还是想他的。不仅是三胞胎，北静王府的几个小孩子也齐齐地喊姐夫，向唐之灵跑了过来。江晨义等几个小孩见到唐之灵抱着三胞胎，眼睛里面羡慕得不得了。北静王不在府里，孩子们没有男性长辈亲近，见到三胞胎被唐之灵抱着就很羡慕。江晨义眼巴巴地看着唐之灵，让他一低头就看到了江晨义眼中的羡慕。唐之灵把义儿和寻儿放下，把江晨义抱了起来。来，让姐夫抱抱。姐夫好高啊！你排行老几啊？我是老三江晨义。唐之灵感觉这孩子有点轻，他明明比三胞胎还大半岁呢，还没三胞胎重呢。有了江晨义打头，北静王府的其他孩子也分别让唐之灵抱抱。不行，这是我爹，不是你们的。你爹是我姐夫，当然可以抱我。是啊，3只都行，我们为什么不行？寻儿看了一眼江晨义，见到那张跟娘亲很像的脸，开口道：这个哥哥像我们家人，我爹可以抱他，你们不是就不行？不是，我们都是你舅舅，不是你哥哥。是，你说错了。几个小孩子叽叽喳喳的，唐之灵顿时感觉头痛。他把江晨义放下，然后又哄了哄其他几个小不点儿，总算在上课之后才脱身。唐之灵暗自打算，以后啊，这学堂他还是少来。哎呀，小舅子太多也是有点麻烦。王爷安好。夏先生不必多礼，我今日来是找花花的，带他出去一趟，不碍事吧？王爷，花花郡主极其聪慧，是个不可多得的好苗子。那劳烦先生把花花叫出来。是，王爷。夏先生走进教室，带出来的不仅只有花花，还有小叶子。爹，你要带妹妹去哪儿？我也要去。爹爹要去工部，小叶子你还小，不适合去。那妹妹呢？她比我还小呢，她怎么可以去啊？爹，要不然爷带着小叶子吧。唐之灵听到这声爹，心中狐疑。他已经发现了，这小姑娘都是尽量避免称呼自己的，现在怎么变了？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唐之灵是开心的。那好吧，那就一起走吧。不过小叶子，我们可能会出城哦，你当真要去？我去，我一定要跟着。小叶子不知道，她去过一次，以后就都不想去了。于是唐之灵就带着2个小姑娘去了工部屯田司。工部是唐之灵的老东家了，这里好些官员都认识唐之灵的，见到他立即纷纷上前打招呼。王爷好。王爷，您来是为了何事啊？难道我夫人那边出了什么事儿吗？唐之灵一愣，这才想起来小厮说沈妃在招待官夫人。无事，我今天找你来是说植田的事情。那就好。王爷，您的植田今年可是有了变动啊。我来是想和你说一声，今年我植田中的水稻，我们王府自己出种子。李泰刚刚走近，就听到唐之灵这句话，立即眼睛一亮。荣亲王，府上可是有了新的良种。李泰觉得他又可以刷功绩了。李尚说，我想选几块距离京城近的水田做实验。荣亲王，实验田可是有风险的，不能让您一家受累。我的植田呢，在京郊也有，我身为工部的主官，必须要以身作则，把我的植田也算上吧。唐之灵觉得自己竟然在李尚书的身上看到了贾尚书的影子，他不确定自己家中有多少良种，于是低头看向花花。实验田是有土质要求的，若是大人的田地合格，也可以做实验田。李尚书听到奶乎乎的小声音，低下头才看到花花。荣亲王，这就是荣王府的小郡主吧？竟然如此聪慧，对种地还有讲究呢。是的，这是2郡主，小名花花，她喜欢研究花花草草的。李泰也没奇怪，他觉得这小郡主应该是受到了荣王妃的遗传，毕竟这小郡主完全继承了荣王妃的容貌。荣王妃就很会种地，京城的酒楼茶肆的青菜几乎都是荣王府包了。于是众人就把官员植田的舆图拿了出来，开始讨论哪块适合当试验田。花花人虽然小，但是她是小郡主，别人也没驱赶她。小叶子早就觉得无聊了，她本来以为外出会很好玩呢，谁料还没有书院有意思呢。在书院她还有好些小朋友，能玩的东西也多。
小叶子慢悠悠地在皇城中走了起来。当见到一个人脚步匆匆地往一处走去的时候，他立即哒哒地跟了上去。司农寺卿甘伟见到部下脚步匆匆地走了进来，好奇地问道：到底是何事如此慌张？大人，荣亲王去了屯田司。去就去了，有什么奇怪的？大人，荣亲王亲自来屯田司，好像是要拿池田做试验田的，种植高产的水稻。高产水稻？哼，水稻的产量完全比不上小麦，还高产。大人，下官听说那水稻可以达到亩产2000斤。什么？2000斤？你没听错。是，荣亲王是这么说的，下官亲耳听到的，预计亩产2000斤左右。甘伟终于是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在房间内来回踱步。这不可能，从古至今就没有这么高产的水稻。水稻亩产300-400斤都算是高产了，在北方水稻也才亩产100-200斤，现在竟然传出亩产2000斤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甘伟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但又觉得对荣王府来说不能按照常理推算，毕竟现在大禹朝大面积种植的玉米就是荣王府鼓捣出来的。你仔细说说，试验田是怎么回事？司农寺前朝是掌管屯田司的，可是现在被分在了工部，随之官员的职田都分给了屯田司管了，以至于司农寺倒成了摆设，只管着皇上的皇庄，权力一下子就缩水了。大人，要是那什么水稻真的能高产，皇庄今年没有种植，皇上会不会怪罪下来？若是不阻止屯田司的种植，咱们是不是也要加入啊？姚文卓是打着阻止不了就加入的原则，总之不能让工部屯田司一家有功劳。他们司农寺也担着一个农字呢，这是天下表率呀。要是真有什么新品种，那也应该是他们司农寺首发呀。甘伟有片刻的心动，但是想到了钦天监的老友偷偷给他透露出来的消息，甘伟的焦躁又少了一些。今年咱们该怎么做还怎么做，不必受屯田司影响，种植还是以耐旱的玉米和小麦为主。大人，这要是到了秋季，他们出了高产的水稻，恐怕又是屯田司的功劳了呀。哼，恐怕那时候就不是功劳，而是笑话了。走吧，咱们也去工部瞧瞧去。说完就率先跨过门槛，然后就看到一个小姑娘。你是谁家的小娃娃？我是荣亲王家的。甘伟很尴尬，这背后说人还被人家的小孩给听到了。不过看他这么小，应该听不懂大人说话吧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找你父王。你这么小，到处乱跑可不乖哟。好。于是甘伟就牵着小叶子给唐之玲送回去了。此时唐之玲也选好了地块，才意识到大闺女丢了，正想出去找呢，就见到司农司的甘大人亲自牵着小叶子走进屯田司。爹，这老头来看你笑话来了。甘伟听到小叶子毫不客气的拆台，在心里抹掉了小叶子可爱的印象。这丫头恐怕脑子也不笨。荣亲王，李尚书。唐之玲听到小叶子说笑话的时候，还没想明白什么笑话。甘大人提起过本王？荣亲王，下官并没有提起王爷，只是见小郡主来了司农寺，才把她送回来的。不对，我没说谎，他们不是这样说的。小叶子把听到的一些话说了出来，当然他去的时候只听到了后半段内容，然后又学话道：大人，要是到了秋季，他们出了高产的水稻，恐怕又是屯田司的功劳了。哼，恐怕那时候就不是功劳，而是笑话呢。小叶子学得有模有样，还一副我没说谎的样子看着唐之玲。父王，他们就是这么说的。甘伟有点尴尬，完了，丢大脸了。该死的，这小丫头记忆力怎么这么好，竟然一字不差。这小丫头难道是过目不忘？花花仔细地瞧了一眼小叶子，这小丫头还有这一手，还真没看出来啊。看来以后还真糊弄不了她了。唐之玲有些生气了，她好歹也是亲王。看来本王在甘大人眼中不过是个笑话罢了。甘大人，可是对本王有什么不满呢？下官不敢。甘伟非常后悔为什么要亲自来送荣王府的小郡主，他要是不来也不会被质问。小叶子个子小小的，一抬头就对上了甘伟的眼神。甘伟看到小叶子圆溜溜的眼睛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样子，可爱的紧。他决定不被这个小孩的外貌给骗了，这小丫头
看着像个傻乎乎的白馒头，但它是个汤圆，馅儿黑得很。父王，这老头嘴巴抖个不停，是不是生病了？不敢就好。唐之灵也不想甘伟出事，否则御史台的御史又有事儿可干了，一定会抓着他不放的。甘伟这时候才把腰直起来，他虽然面无表情，但内心已经积攒了情绪。工部尚书李泰琢磨着小叶子说的话，唐之灵没想到的，李泰一下子就明白了。在朝堂斗争方面，唐之灵这个小菜鸟怎么比得上他们这些职场老油条？荣亲王恐怕是误会了，甘伟嘲笑的不是他，而是他李泰呀。甘大人的消息好灵通啊，我们工部才有的决定，甘大人已经知道了。李尚书过奖了，在下也是听说屯田司有了高产的良种，听说有那亩产3000斤的水稻，本官今日来不过是想要观摩一二罢了。李泰满脑子问号，3000斤，甘伟是不是疯了？谁也没说过3000斤啊！李泰也没见过高产的良种，他只是单纯的相信荣王府，想要跟着荣王府的步伐，他只想在后面喝口汤罢了。只是他没想到甘伟一下子就点出了亩产3000斤的结论。甘伟这厮是把在荣亲王那边的气撒在了他身上，这话可不能接，要是承认了，到了秋季达不到，他岂不是要闹笑话？甘大人说笑了，都是试验田，还没结果呢，其他的成果呀，一切都是谣传啊！甘大人可切莫被那些以讹传讹的小人给骗了呀！哦，是这样呀，那是本官听错了。多的话甘伟也不打算说，他是一点也不想劝李泰的意思，反而希望今年屯田司拿越多官员的职田当试验田越好，到时候那结果就够李泰喝一壶的。职田的一半收益可是归国库的，另一半是归官员的。国库减产那是得罪皇上，得罪朝廷官员，那暗中给李泰使绊子的人也不会少。哼，他就静静地看着李泰吃瘪就好。不过水稻能高产的消息，他一定会好好的帮他们宣传的。到时候没有达到，哼，总有他们好果子吃。下官还有些公务，就先告辞了。唐之灵淡淡的点头，李泰则是道：甘大人慢走，有空啊，常来我们工部坐坐啊。甘伟一甩衣袖，大踏步往外走去。小叶子记起沈飞让他在外面要讲礼貌，他立即喊道：老爷爷。老爷爷喊的是我吧？至少这几人中就他的年纪最大。老爷爷再见。哼，不能再被这小丫头给骗了。甘伟脚步不再停留，快步的离开了工部。父王，老爷爷好像生气呢。李泰没忍住，终于是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荣王府的小郡主气人是有一手的。花花这次是坐在马上的，感受风吹在脸上，让她一直平静的脸也露出了笑容。她觉得等她再大一些也要学骑马，骑马的感觉太好了。舞台叔叔，咱们快点超过父王和妹妹。好。太好玩了。一行人在街道上快马飞驰的样子被茶楼上的几个女子看得清楚。哎呀，没想到荣亲王这么英武，马骑得这么好，从前还真没有看出来呀。一个娇俏的女子打趣地看着旁边的人，这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甘伟的小女儿甘芳蕊。甘芳蕊不动声色地摸了一下额头细小的疤痕，这个疤痕是怎么来的，她记得清清楚楚。女子的容貌有多重要，她怎么能不在意？小妹妹，我听说算起来你和荣亲王还是亲戚呢。萧韵秀刚刚那一瞬间只看到了一身月牙白袍子的人，面容倒是没看清楚。她才跟父亲从琼州回到京都，倒是没见过荣亲王。萧韵秀紧紧地攥着帕子没有开口，倒是旁边另外一位女孩开口了：甘姐姐，这算起来荣亲王是我和韵秀姐的姐夫呢。萧韵秀正是萧家三房萧学林的女儿，萧学林是萧婉玉的弟弟，算起来萧韵秀也算是沈飞的表妹。萧韵秀只是沉默着也不开口，很难让人猜出她的想法。哎，这说起来啊，在京城表姐荣王妃才是最受闺阁小姐们羡慕的呢。这荣亲王好歹是个亲王了，可是整个王府后院就只有表姐一人。虽说表姐童年被人换走，吃了些苦，可是自她成亲之后，
可真是享福了。如今满京城谁不知道荣王妃受宠啊？哎呀，荣亲王真是个好男人，真是把表姐疼在心里了。姚春墨本来是有意把这话说给萧韵秀的，可是说着说着他自己也酸了。王府后院一个小妾没有，就他一个人独大，这满京城的找去也没有像荣亲王这么痴情的。哎呀，表姐生了6个孩子，那既有双胞胎的女儿，又有3胞胎的儿子，还真是让人羡慕啊。这肚子怎么就这么会生呢？姚春墨意识到自己说偏了，又立即拉回来。哎呀，都是女子，还真是同人不同命啊。这有的人呢是先甜后苦，有的人啊是先苦后甜。人这一辈子命运还真是琢磨不定啊。姚春墨是老王妃家那边的亲戚，萧韵秀才进京城，没什么朋友，姚春墨主动凑了上去，萧韵秀也就和姚春墨结交起来。姚春墨的父亲正是司农寺的姚文卓，甘芳蕊是甘伟的老来女，姚春墨自幼就和甘芳蕊相熟，两人要更亲密一点。这次把萧韵秀约出来见面，互相认识也是有目的的。姚春墨注意到他说先苦后甜和先甜后苦的时候，萧韵秀的表情变了一下。甘芳蕊也注意到了，他给了姚春墨一个眼神，两人互相递了一个心照不宣的眼神。好了，不说荣王府的事了，咱们说些别的。我才来京城不久，好些事都不清楚，两位姐姐能否给我说说？甘芳蕊知道过犹不及的道理，话题引出个头就好，至于怎么做就看萧韵秀自己了。毕竟在琼州死了未婚夫的女人是她这次回京就是找婆家的。可是她婚前死了未婚夫，这名声有损，高门大户怎么会选她当儿媳妇？想必萧韵秀自己是清楚的，她要是不想嫁个乡野小子，就只能去给人家当妾。可是她是萧家女，就算当妾也要找个门第高的不是？荣亲王不就是好人选？毕竟京城人都知道荣亲王好拿捏，从他被荣王妃拿捏的死死的就能看出来。沈妃，喜欢我送给你的大礼吗？甘芳蕊端起茶杯，轻轻地啜了一口，小心地观察着萧韵秀的神色。她相信萧韵秀动心了。此时唐之陵等人已经出城去了京郊的田地，花花到了这里就开始吩咐几人挖土，还要分别放在不同的袋子里。小叶子开始的时候还觉得很有趣，后来慢慢的就觉得无聊了，看着四处空旷的田地，立即放下小铲子坐在田埂上。哎呀，爹爹骗人，出那一点都不好玩。小叶子觉得以后他都不想黏着花花了，花花的生活太无聊了。花花要选的试验田有好几块，为了不引起种子的串联，地块还要有一定的距离，因此众人都在忙碌着。唐之陵远远的就看到小叶子那粉色的小身影，所以也没有管他，让他自由玩耍。终于日头偏西的时候，几人才把选好地块的土壤采集好。唐之陵和花花慢慢向小叶子走近，就看见远处那小身影猫着腰撅着屁股，不知道在那儿捅咕什么呢。小叶子，你干什么呢？小叶子听到声音立即转头。爹，你看这东西好可爱。唐之陵双眼瞪大，看着那长着白毛尖嘴猴腮的东西，哪里可爱了？小叶子，你在哪儿抓的白猴子？花花看到小白鼠倒是没有害怕，前世做实验经常用这东西。爹，这猴子好可爱，咱们带回去吧。唐之陵皱着眉头，刚想拒绝，就听到花花开口了：带回去吧，养着玩。唐之陵有洁癖，自然很讨厌那些小动物之类的，所以他也不靠近小叶子，而是让武丹出马。武丹，你抱着小叶子，咱们回府。荣王府的待客厅，以后你就听二郡主的吩咐。是，王妃。马海被请进王府，心里还是有点小激动的，毕竟主子成了王妃，对种地也不感兴趣了，好几年也不去庄子桥了。王妃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照看水稻的秧苗的。马管事，这本子你拿好，要每3天记录一下，到时候我会查看的。郡主，小人没念过几年书，记录的可能不太好。沈妃这才想起他这些仆人文化不高的问题。马海，你现在有几个孩子？王妃，小人有3个孩子了，弟弟家也有2个。沈妃想起来，当初是给他们父子3人一起买的媳妇儿。哦，那你父亲有没有再生？
我爹也新添了一儿一女，小人现在有2个比我儿子还小的弟弟妹妹。沈飞有点尴尬。好吧，是他的锅，给马老爹也买了媳妇儿。不过这马家也算是人丁兴旺了，是好事儿。阿海，那你回去一趟，和你弟弟和大哥家都说说，孩子可以送到福宝书院上学，学点知识，不当文盲。还有啊，你闲着的时候呢，也把字慢慢学起来。谢王妃给小儿学习的机会。在沈飞眼中，确实是没有太多阶级观念，学校嘛，自然是穷人富人都有，无所谓的，所以送几个下人的孩子去也没什么关系。只不过他没想到这事儿还留下个小小的隐患。王府墨轩院，小老二恒儿正摸着小下巴，想着怎么取雪儿的乳腺细胞。这事情有点难办，毕竟雪儿被保护得很好，大哥的人一直都小心地照顾着呢。想要雪儿批量生产，还需要不少母马。哎呀，就是不知道实验室中的那批仪器他能不能用。不过老师又不在，他或许可以打开老师的实验室先用用。恒儿，你怎么不出来玩？轩儿发现现在恒儿变了。恒儿，你是不是不喜欢雪儿了？二哥我呀，正想着赚钱给你买好吃的呢。好，雪儿要多多的。二少爷，我回来了。进来吧。二少爷，这是这次卖的钱。这次顺利吗？二少爷，那书铺的老板还想多要几套题，咱们之前送去的卷子在京城都卖疯了。哼哼，没问题，3天后你再送去几套。二哥，你好有钱呐！恒儿有些得意，他的嘴角轻轻翘起，他也觉得自己很聪明。恒儿终于查完了银票，他这次算上分红的银子，一共得了2800两银票。看到寻儿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自己，怎么你也想要？雪儿想吃好吃的，得要钱买。恒儿抽出1张50两的银票递给了寻儿，拿着吧。谢谢恒儿。一直不说话的叶儿也默默地走了过来，伸出了小手。恒儿看着一向有点沉默的四弟，这个弟弟不活泼呀，要是和寻儿综合一下就好了。不过他也没厚此薄彼，也拿出了50两银票放在叶儿的手中。这次叶儿也笑了出来。剩下的钱，恒儿转身回到房间存好，然后又拿了3个10两的银子，用衣服兜着出来。江七，这是赏赐你们3个的，每人10两。二少爷，给我们的？是给你们的。江七很是迟疑，总觉得这钱收得烫手。恒儿看出了江七的犹豫，开口道：收下吧，你们是我们的护卫不假，但是也有家也要照顾，只要你们尽心照顾我们3兄弟，我保证吃香的喝辣的。二少爷，我们保证以后只听您的吩咐，你说东我绝不往西。我等也听从3位少爷的吩咐。现在就有个事交代你们，你们去城外马场把雪儿的血给我弄点回来。二少爷，雪儿是皇上赏赐下来的，伤不得呀。你们用这个抽1管血就好，放心，不会伤了雪儿半分的。这东西好像针灸用的针呀。恒儿给江七3人介绍了针管的使用方法，然后又拿出了另一支。这一管找一个母马，也抽1管血回来。是，二少爷。行呢，你们快去快回，我着急用。是。江七等人离开之后，恒儿拿着早就画好的图，打算去找沈飞。我要去主院，你们去吗？我不去，我也要把我的钱藏起来。说完，不管恒儿，立即哒哒地跑回自己房间。叶儿想了想，也拿着钱离开了。恒儿也无所谓，他要和沈飞商量实验室建造的问题，只有2人也好。此时沈飞看着手中的帖子，皱起了眉头。他没想到萧家竟然会给他送帖子。萧家虽然算是他的外家，但2家从来都是井水不犯河水的，这好好的萧家为什么要凑上来？恒儿进来的时候看到沈飞这样，好奇地问出口：皱皱眉头干嘛？这样会显脑的。沈飞把帖子递了过去。萧家没听说过。沈飞简短地把自己和萧家的关系说了一遍。就是这样，萧家勉强算是原生的外祖家，但我来了这么久，萧家从来没有冒头，这一次突然来了帖子，很是奇怪。无事献殷勤，准没别好屁。你现在都是王妃了，既然不想去掺和就拒绝呗。哎呀，还真是越待人越傻了。
我是王妃啊，不去，别人也拿我没办法。哦，你看看，这是我实验室内的布局，城外的实验室要抓紧造了。恒儿，你看哈，城外那块地要重新盖不说，而且你做实验要出城，要跑那么远，还不如把这实验室设置在城内。恒儿一听沈飞这么说，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怎么，我那声娘还不值一个实验室？当然不是啦，我是觉得城外太远了。我在京城还有2处房产呢，一个在东城，一个在西城，这2处院子都很大，你要不去看看，选一处直接当实验室，收拾，很快就能投入使用的。若是这样，我还不如在王府选一个院子呢，那样更方便。那不行，王府的孩子多，实验室的东西危险，不能在王府内做实验。那好吧，就选那个近一点的吧，东城区那个。沈飞见银子保住了，心中欢喜。那个宅子就是从前的府邸，也大得很，你看了一定会喜欢的。恒儿想到要做的实验也要加快进行，新建实验室没个2年确实是建不好。皇宫内勤政殿，朝中的几名大臣和恭亲王都在，几人议事已有几个时辰了。兵部尚书陈景这时候站出来道：启奏陛下，臣以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立即调动粮草运往南疆战场，以解断粮之危急呀。皇上，臣以为陈尚书说的不错，烧毁我军粮草的奸细要查，但是解决北境王的困境更重要。皇上气愤地在桌案上捶了一拳。刘爱卿，户部现在还能拿出多少银子？回皇上，朝廷还有2453万两白银。皇上，北境王率领的10万大军粮草没有及时补上，恐怕只能坚持10天了。皇上，粮草只怕要在各个郡县筹集，调动粮草的人也要派个有分量的才行啊。皇上也沉思起来，这人必须要有身份，还不能贪，不能看重钱财。那各位爱卿觉得派谁去调度粮草最稳妥呢？这时候一直没说话的刑部尚书陈昭站了出来。陛下，臣以为此次的军需运粮官唯有荣亲王最合适。陛下，臣以为不妥。这荣亲王啊，虽然在西营训练过些时日，但恐怕难以担任军需官的重任呐。皇上刚才听见有人要推荐唐之陵的时候，有片刻的动心。他这个弟弟啊，能力要是再强点就好了。荣亲王是皇上的弟弟，此次派他去筹集粮草，地方官员也不敢违逆啊。哼，荣亲王底子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若是去了，恐怕被人卖了还给人家数钱呢。你竟敢如此看低荣亲王，不怕荣世子找你麻烦？几人各执一词，皇上见此也是头疼得很。人选之事明日再议，众爱卿先退下吧。是陛下。这时候冯保禀报：皇上，荣世子来了。爱卿，你这是有什么高兴事啊？是件开心的事，大快人心的事。让冯宝拿点酒上来，咱俩喝2盅。这不行，你才6岁，喝什么酒？等你再长大点再喝不迟。拿点果子酒吧。皇上一看小福宝这架势，就知道这酒一定是要喝了。冯宝，送点果子酒和好菜上来。是陛下。等人都走了，小福宝熟门熟路地走到旁边的隔间。有什么好事啊？拓跋叶南死呢。皇上想到唐之陵的身份，又看到此时开心的小福宝，一时不知作何感想，也不知道说什么。那死娘们竟然这么会藏，找了4年多才把人找到。哼，不过他还是死在了我的手里，嘿嘿。小福宝这段时间早出晚归的，就是接到了边境的消息，找到了拓跋燕兰。现在人已经进京，还被他亲手给解决了。小福宝心中的郁气终于是散了出去。哼，敢算计他的人，他不会让他久留，就算掘地3尺也要把人挖出来。那荣亲王那里要不要告诉他？告诉他干什么？那女人的事还不值得他操心。皇上一噎，
好吧，这都是你们家的事儿，他操哪门子心呢？行了，不说这事呢，酒怎么还不上来？皇上看到小福宝这样，就以为他还不清楚早朝上的事，更不知道南疆的情况。皇上本来还以为小福宝知道了宫里的消息才立即进宫的，现在知道是他误会了。皇上这时候心中竟然有些欢喜，他知道小福宝的真实身份不假，关心小福宝也是真情实感。但他是皇帝，要是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小福宝的监视之下，皇宫中任何风吹草动，小福宝都门儿清，那皇上自己也坐不住了。自古以来天家无父子，皇上不是刚登基那会儿了，经过6年的时间，他现在正是年富力强，想要一展抱负的时候，朝中大权都在他手上，他成了真正的帝王。这时候殿外传来敲门声，应该是来了，朕去看看。去吧，要是没来就再催催。皇上自以为隐藏得很好，可是哪里逃得过小福宝的眼睛？小福宝当了一辈子的皇帝，皇上的想法他一清二楚，这也是他这2年不轻易插手朝局之事的原因。他有想要守护的人，娘亲是他的软肋，还有那些弟弟妹妹都是他这辈子的亲人，但是他们至于皇上就没那么重要了，小福宝不会冒险。所以有时候就算皇上的决策差强人意，小福宝也不会出手，不到颠覆大禹朝的程度他都不会管。南疆战场的事小福宝自己知道，只不过他觉得这都不是大问题。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，无论是国库还是皇上的私库都有钱，粮草没了就拨银子买粮食，又不是难事。小福宝这个度拿捏得恰到好处。冯宝走了进来，身后跟着一群小太监，几个人把饭菜都摆在桌上。皇上这时候拿了几封折子进来，挥了挥手，你们全都下去。冯宝带人又离开大殿，皇上直接把折子送到小福宝的手边。你看看这几封折子，都是南疆那边的消息。小福宝没有接，他给自己倒了一杯果子酒，小小的抿了一口。味道真好。皇上心想，这小福宝怎么不好奇呢？他难道都不关心朝局了吗？南疆那边出了点事儿，我军的粮草被烧了，北静王的军队怕是只能坚持10天了。小福宝装出惊讶的样子，放下了筷子。什么时候传回来的消息啊？折子是昨晚传回来的。哦，那你是怎么想的？小福宝没有顺着皇上说，或是提什么意见，而是问了皇上的想法。这让皇上有些傻眼，他完全没料到小福宝是这个态度。难道边境的战事还不如拓跋雁兰那女人值得你注意吗？瞧你今天的开心劲儿。说呀，你想怎么做都说出来。皇上算是看出来了，小福宝是真没有想操纵他当个小太上皇的想法，可是这心情怎么不上不下的呢？真是噎得慌。现在当务之急是拨银子下去，就近购买粮食，然后快速送往南疆前线。你的想法不错，可是这钱不少，而且得派个得力又有身份的人去压着，否则这钱拨了下去，到了谁的腰包就不知道了。小福宝见皇上总说些屁话，一点也说不到点子上，不耐烦地皱起了小眉头。说重点。有人推荐荣亲王去。小福宝放下小酒杯，淡淡地扫了皇上一眼。我就是这么一说，您也就这么一听就好了。嘿嘿嘿。小福宝沉默着不说话，让皇上的心脏扑通扑通的乱跳。这恭亲王的年纪大了，否则他去正合适。军需官的人选没有选出来，刑部尚书就建议了荣亲王。朕觉得荣亲王的身份确实合适。哎呀，朕还是想差了，荣亲王没有经验，恐怕镇不住那些地方官。再说去战场也是危险啊，这人选还得再斟酌。也好，派荣亲王去吧。这人选再斟酌斟酌吧。啊，派荣亲王去？你才多大年纪，这耳朵就不好使呢？皇上也为难住了，不知道小福宝是不是真生气了。哎呀，这个度啊，真是太难拿捏了。皇上仔细瞧着小福宝的小脸，
想看出小福宝的真实想法。可是小福宝怎么能让皇上看出来？老奸巨猾了一辈子，情绪怎么能被他摸透呢？朕觉得荣亲王不合适，况且此行路途遥远，这要是出了意外……婆婆妈妈，唢呐派他去就派他去，他又不是纸糊的，没那么脆弱。你真舍得？让广安侯跟着给荣亲王打下手。广安侯？顺便让朱坤鹏也跟着。广安侯手底下扭人，广安侯府在南疆的郡县，还扭不少的产业，那老家伙会出力的。皇上心里又有点酸了，这是要给小六送功劳啊！想到唐之灵的身份，再看看小福宝，皇上放弃了。这辈子算起来，小六和小福宝才是一家人，是亲父子。不过这招借力打力也不错，值得学习。那好，这次就派荣亲王去，朕会派一队禁军亲自护送荣亲王。行，就这么定呢。另外，把归德将军杨策也给算上，让他领着禁军吧。皇上心想，这配置是不是太高了？一个广安侯，一个归德将军，单独拎出来哪一个好像都能独立完成。